你敢信吗？郭晓东的前女友是韩彩英，当年还带他回过山东老家。你怎么那么草率把他带回村里了呢？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太草率。2003年啊，那是韩流最凶猛的时候呀。中韩呢合拍了一部《北京我的爱》，女主角呢是当时正当红的韩彩英，男主角呢是金载元，而郭晓东呢饰演男2号。那时候的郭晓东啊还没有变成现在的这个糙汉大叔啊，那可是颜值的巅峰期啊，浓眉大眼，一脸正气啊，既有中国传统男性的周正，又带有点忧郁的文艺范儿。这种长相啊，那在当时的韩国审美里那是相当吃香的。郭晓东和韩彩英在剧组里啊，虽然说语言不通，却是不妨碍荷尔蒙的爆发。这段恋情呢，当年呢虽然说没被狗仔大肆曝光啊，但在圈内呢那可是爱的轰轰烈烈。郭晓东有多么直男呢？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啊，不是送包送钻戒，而是带他回农村。韩彩英一个在美国芝加哥读过商学院，从小弹钢琴拉小提琴的海归千金啊，穿着时髦的风衣，踩着高跟鞋，站在全是泥土的村道上，这就好比啊，你让那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去赶农村大集，那违和感那是直接拉满。这段恋情的结局呢，注定是悲剧。而那个按下停止键的啊，不是韩彩英，而是郭晓东的母亲。这郭妈妈呢，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啊，她的择偶标准简单粗暴，能不能交流，能不能干活，能不能生娃。为了这个只会说阿尼哈西奥的洋媳妇儿啊，这郭妈妈呢斩钉截铁投了反对票。而郭晓东呢也是真孝顺啊，父母不同意之后呢，他就果断结束了韩彩英的恋情。韩彩英走了，程丽莎杀了过来。这段感情里呢，程丽莎其实一直处于低位啊，她是先追的郭晓东，然后被拒绝了。这郭晓东呢又去跟这个韩彩英谈了分手啊，然后回头一看呢，程丽莎还在，于是呢俩人就好了。但是程丽莎也不是傻白甜，她这辈子干过最心机的一件事就是私藏邮件。原来呢，在这个郭晓东和韩彩英分手之后啊，两人呢并没有断得干干净净。这韩彩英呢还曾给这个郭晓东呢发过邮件，可能是问候，可能是求复合，谁知道呢？但是这些邮件呢，郭晓东那是一封也没有看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俩当年啊共用一个邮箱账号，而密码呢只有这个程丽莎知道。直到2018年啊，这俩人结婚都10几年之后啊，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呢，程丽莎呢才把这个惊天大瓜给爆了出来。他对着郭晓东说啊，你知道当时那个女孩给你发的所有邮件啊，都发到了我的邮箱里吗？那郭晓东当时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，震惊、迷茫，或许啊还有一丝丝的遗憾啊。你知道他当时给你发的所有邮件都发到我的邮箱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我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为什么告诉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？虽然说手段呢有点那个啊，但是不得不说呀，程丽莎是懂兵法的。面对韩彩英这种级别的对手啊，如果说不使点手段，怎么能够守得住这个男人呢？而且啊，这程丽莎为了嫁给郭晓东啊，那付出的代价呢是巨大的。她一个城里长大的娇小姐，为了配合郭晓东的孝子人设呢，婚礼呢是在山东农村大操大办的，没有浪漫的草坪，只有大红喜字和流水席啊；没有精致的婚房，只有临沂老家的土炕。她要忍受农村的旱色，要忍受七大姑八大爷的催生，还要忍受郭晓东那种啊大男子主义的规矩，比如啊这个穿裙子呢不能过膝盖，他把自己打碎了，塞进了郭晓东那个传统的框架里。他做到韩彩英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，成为郭晓东家族体系里最完美的儿媳妇配件。现在回过头看啊，这郭妈妈当年棒打鸳鸯，简直是救了韩彩英一命啊！如果韩彩英真的嫁给了郭晓东，现在的她会是什么样呢？估计啊也是听着婆婆唠叨啊，或者是在综艺里哭诉老公不解风情啊。离开郭晓东之后啊，这韩彩英的人生呢，那才算是真正开启了爽文模式。她本来呢是拿着天之娇女剧本的人，18岁呢考入了芝加哥德啊保罗大学商学院啊，主修金融，钢琴、竖琴、蛋黄管那是样样精通啊，还练过花滑。这种配置怎么可能甘心当媳妇儿呢？2017年呢，韩彩英也结婚了啊。她的老公崔东俊呢，是她在1996年呢就在这个美国认识的青梅竹马。这位崔先生那是真正的豪门啊，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，出身金融世家，还是一个某投资公司的 VP。这场求婚毫无人性，崔东俊呢送了一辆价值2亿韩元的跑车啊，还有一枚5亿韩元的5克拉的大钻戒。这婚礼总耗资200亿韩元。婚后呢，两人住的是这个首尔青潭洞价值70亿韩元的豪宅，推开窗那就是汉江美景。韩彩英呢生了一儿一女啊，生活惬意的不得了啊。她不需要为了生计去带货，也不需要为了老公的面子去农村作秀。每次出现在镜头前呢，她都像是吃了防腐剂一样啊，40多岁的人了，依然是那个人间芭比，眼神里那个松弛感和幸福感呢是演不出来的。你看啊，这才是同类相合并。韩彩英呢找了那个和她一样的背景、一样的学历、一样的阶层的精英男，所以呢她的婚姻是加法，是强强联合。而郭晓东呢找了这个程丽莎，虽然说这个程丽莎条件也很好啊，但是呢在精神内核上呢，程丽莎呢愿意为他去降级、去妥协。对于郭晓东来说呢，他的核心需求是安全感、掌控感以及家族认同感。韩彩英的配偶价值很高，但她的适配性太低了，她无法提供郭晓东最需要的家族服务功能。如果说强行结合的话，郭晓东呢会一直处于高攀的焦虑中，而他的家族呢也会一直处于文化休克的状态。而程丽莎啊，虽然说在客观条件上是略逊韩彩英啊，但她提供的情绪
绪价值和服从性呢，是郭晓东的刚需。他愿意为了爱去扮演那个崇拜者和牺牲者的角色，他满足了郭晓东作为一个传统男人的所有的虚荣心和掌控欲。反观韩彩英啊，她的选择呢，则是典型的门当户对。社会学研究表明呢，相似性呢是婚姻稳定的最大预测因子。他和孙东俊啊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、教育经历和消费习惯，他们在同一个频道上共振，所以呢，不需要为了谁去牺牲，不需要谁去适应谁的土炕。这三个人的故事啊，其实呢扯开了婚姻啊最温情脉脉的面纱，露出了最冷酷的底色。爱情呢可以是五官的吸引啊，但是婚姻呢永远是三观的博弈。郭晓东当年那一代啊，带出了阶层的鸿沟；程丽莎呢当年那一藏呢，藏住了自己的幸福；而韩彩英当年那一走呢，走出了真正属于她的罗马。没有谁对谁错啊，大家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呢，选择了那个最适合自己脚型的鞋子罢了。只是可惜了，那封从来没有被打开的邮件，它大概呢会永远躺在互联网某个角落里，作为一个平行时空的注脚，提醒着我们啊，错过呢有时候啊真的是一种最高级的成全。